记录百万时光，我是拖羊腿，欢迎到最新的一期开箱简评。那今天呢，我们在镜头面前一起来把玩分享的玩具呢，就是眼前这款来自 X Toys 出品的恐龙战场系列里面的角龙军团。这一款角龙军团呢，其实总共分了4个配色，然后每一个配色都有2个配置。其中的配置呢，有像镜头面前所展现的非常具有这个罗马战士风格的这个全甲套装。那同样的配色还相应的附带了这一个素体套装。素体套装呢，搭配的则是一个休闲服装。那整体来说，我觉得这一套玩具的设计和风格呢，我都是非常喜欢的。只不过呢，产品呢，因为研发的时间还有迭代的速度啊，会稍微感觉有一点点慢啊。从我第一次接触恐龙战场已经将近4年前的事情了。那从中呢，也迭代过这个从第一座的这个食肉牛龙，然后到后面的这个霸王龙啊、角鼻龙啊，以及这个牛龙首领啊等等之类的这个角色，其实终于来到了第一款这个食草类的恐龙。从肉食类到食草类，这个风格上面其实有了非常大的转变。之前的肉食恐龙的装备呢，基本上都是偏这种野蛮人或者说不太开化的这个属性，但是来到了角龙的这个部队啊，或者说他们这一次的这个角龙军团，4款角色都是非常有这个中世纪这个罗马帝国文明的这个特色。那明显呢，它的文明程度会更高一些。那相比起这个肉食恐龙的野蛮和力量感来说，我觉得角鼻龙这一波角色呢，看起来非常有这种矮人穿上了这个罗马战甲的这种感觉，这种感觉呢非常的新鲜啊，从来就没有见过。然后同时呢，虽然我更希望它能够出三角龙，正常的三角龙的形象，但是呢，这4款角龙呢各有各的特色啊，甚至还有这个鼻子是鹰钩，鼻子上的那个角是鹰钩角的那种感觉啊，个人觉得还是非常不错的。只不过我不知道为什么 X Toys 恐龙战场的官方没有直接给它出这个三角龙的形象，可能会觉得太普通了，还是怎么样？其实我觉得，如果说他直接出三角龙的话，我个人来说会更加买账一些，我直接买三角龙就好了。反倒是这4种角龙呢，虽然它的角的形状、头冠的形状各有特色，但是呢，都不是最戳我心目中的这个最经典的三角龙的形象。那说了这么多废话呢，我们来看到玩具的部分。那全部的内容物就展现在大家的面前了。你看起来并不是特别多，但事实上我把所有的装备装上去，其实花了差不多小10分钟的时间呢。那首先呢，它身上呢是这样一个全装备。那从盒子里拿出来的时候，肩甲，然后上面的装饰品，然后小腿的这个护甲，包括呢这个人造皮革的绑带，还有这把这个就是挂在这个绑带上面的这个短剑，包括这个披风，都需要你自己安装。还有它的这个面罩，或者说你要叫它头盔也可以啊，也都是需要你自己去安装的。主武器的部分呢，是这样一把可以去移动中间把手的长矛，而且呢中间呢这个材质冰冰凉凉的，是一个金属合金，整个然后中间和两端的造型部分均为这个 PVC 软胶材质，拼装的时候呢比较麻烦，需要一点耐心，但是装好之后效果真的是非常不错。你可以这样左右去滑动，甚至把它变成一个普通的这种双头长矛也可以。个人觉得算是一把非常有意思的武器啊。然后手型方面的话呢，我相信所有的这个4款手型都是一样的。常规的握持手型1对，然后握持比较粗的这个手柄的手型1对，然后扳机手型1对，而且每一个手型你可以看到啊，上面的这个纹理质感，就皮肤的纹理质感做的是非常不错，很有这个在侏罗纪公园里面，或者说侏罗纪世界里面第一次看到三角龙那种食草型的恐龙身上的这个皮肤褶皱的那种感觉。然后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这个大盾部分，盾牌的中间呢是他们角鼻龙帝国，甚至是部落还是帝国的这样一个 logo。但是呢，基本上你看他们这个 logo 呢是比较契合于这款角龙的这个特征，2只角长在眉弓附近，对吧？然后一个非常圆润，上面又带着一些
刺的这样一个骨板，然后没有鼻子上面的这样一个尖角，然后喙状的嘴这样的一个图腾，然后上面是射了很多箭，然后被挡住了这样一个造型。整个呢你可以看到这边的这个麦穗，是不是让你想起了这个战锤 40K 极限战士的等一些有罗马风格的战团的一些标记啊？看到背面呢，就是2个把手，反正官图上面也有这种就是迟钝抵御敌人的这样一个造型，这就是比较基础了。内部的话呢，做了一些凹凸不平的这个模具细节，还算是不错。整体的漆面和发色都还可以。然后同时比较有意思的是，这些键都是需要你一根一根的插上去，插的时候呢稍微有一些耐心，毕竟现在天气冷了。如果你不放心的话呢，还是加热一下整个盾牌的这个整个表面，然后再进行安插，这样会安全一些，避免这个键的损坏。终于到了这一次的这个主体部分呢，这个主体部分还是惯例一样360的在镜头面前给大家去看一下身上的整个状态还有细节。其实说实话呢，甲胄也好，还有这个比较厚重感的这种铸造感的金属感，其实在 X Toys 恐龙战场系列的玩具里面基本上都是标配，很好看，而且看起来很厚重。但是这次让我比较意外的是，整个角鼻龙的这个重量其实是手感上是比较轻的。身高方面，拿一般的 Marvel Legends 6寸的人偶去做一下横向的对比，它还是比较高大的。到头冠的位置是接近20公分。但是有一说一，如果是跟它同系列恐龙战场里面的，你看大哥霸王龙比在一起的话，我只能说打不过，完全打不过。这怎么打，对吧？完全打不过的这个样子，好像这个霸王龙已经完全把头低下来了，它必须扬着头才能跟霸王龙进行一个叫板两者都已经快亲到一起去了，是不是？那整个身形还有包括重量，这个霸王龙是没有带任何的装备的，这个重量呢，手感上感觉是现在全装备角鼻龙的差不多2倍的这样一个状态，而且关节的紧实度和把持力度我以前会觉得 X Toys 的这个恐龙战场系列玩具整个关节是偏紧的这个手感，那反倒是这一次到三角龙之后呢，可能是有些玩家在把玩的时候呢，把这边关节弄断了。我第一次那个牛龙的这个脚踝就弄断了，但是来到这一款玩具之后呢，我觉得有一些地方甚至是出现了一些偏松的这个手感，但是它不会掉键，也不会就是摇摇晃晃，就是一体性不强的那种感觉，它并没有出现，但整个手感变得更加的柔和了。那我们边看细节边玩一下全装状态下的这个可动性。首先头雕方面，抬头幅度可以抬这么多，然后可以扬头，然后低头幅度大概是这个样子，会被它这边的这个面罩干涉到一些。那面罩呢，可以像这边这样展开，当然它是为了你搭载的方便。只是说实话呢，这个面罩虽然铸造感比较强，同时呢，这个鸟喙的部分呢也比较服帖，但是说实话呢，就把这一张脸挡得比较死，让人看不出一点情绪。这个东西呢，说实话呢是比较中性的，或者说，也既不褒义也不贬义就是个人各花入各眼那种感觉。那其他部分你可以看到眼睛的涂装其实是虽然小小的，但是虹膜黄色的部分、瞳孔黑色的部分都是区分的比较明显，再加上这个淡红色或者说橘红色作为这个眼底，整体的这个观感是非常不错的。那同时呢，嘴巴这个口腔的涂装呢也是一丝不苟，包括食草性动物它的牙齿比较接近于人类，没有犬齿的这个设计，还有鸟喙的部分也做得不错。但是要取下面罩呢，你还是得先把这个角给取下来，然后把这个面罩取下，再把这个角怼回去。这角怼回去会听到咔嗒的一声，虽然是软胶零件但是我觉得设计的还是真不赖，就是不会说老掉的那种感觉，还行。那这个角鼻龙呢，装上不是角鼻龙这个角龙呢，装上去之后呢，这个灰色的头雕看起来真的是不错，但是跟我刚才提到的一样就是它跟我印象中传统的三角龙的造型呢，就是相去甚远它的头冠呢比较是接近于没有角的那种圆角龙的形象，
但是呢，它又给了一个偏水牛一样的这个尖角，看起来呢就是怎么说呢，眉弓非常突出。我也是觉得选了半天，4个造型里面就觉得他穿盔甲，我心目中觉得他穿盔甲最帅了。然后其他的几款呢，并不是说他不帅，只是说他没有长到我心坎上面去，对吧？当然，如果说他直接出三角龙的话，我可能就直接买了。然后呢，你可以看到他口腔的这个涂装，我觉得是涂的非常精彩的，包括这个皮肤上纹理的，通过进行一层又一层的这个干扫或者说颜色的堆叠，把层次感也做出来了，对吧？那手臂的平台，我们来看一下，平台超过90度一点点，二头肌旋转180度，就360度旋转没有问题。曲肘的这个幅度就比较微妙了，脱下这个护腕的话可以达到90度，不脱的话呢，大概就只有这样一个程度，非常的可惜啊。这边的这个短剑是可以拔出来的，实实在在一把很宽厚的这个短剑，整个造型方面也算是可圈可点吧。然后呢，这边铸造的这种细节，我个人觉得也是非常不错。胸腰关节来看一下，挺胸幅度可以达到差不多小30度的水平，弯腰的幅度呢也还行，只不过呢会被前面的这个腰带给挡住。顺带一提啊，它比较有意思，就是在这个胸甲的这个零件，它采取的是非常少见的这个磁吸的装配方式。你看这边咔嗒一下就吸上去了，很有意思，但是不是很起眼。如果你不认真的玩的话，可能就会忽略掉这些细节。然后这边腰封和裙摆的这个部分啊，你可以看到啊，它就是这个样子啊，它没有，那下面就没有做出什么颜色的分色了，就是简简单单的把这个腰带框在上面。这个腰带看起来呢也还是非常帅气的，下摆部分呢就很有这个罗马战士的这种风格，做出了一些翘边，同时黑色的这个字喜也把这个皮革的纹理给显现出来了，同时呢这边也加上一些铆钉或者说银漆的点缀。屈膝幅度呢是可以达到90度，然后脚部的接地前后左右都有一些，站立性的方面还是很稳的，毕竟是一只角龙。然后同时呢还有这个尾巴，这个尾巴手感呢是目前恐龙战场出过的所有恐龙里面手感最好的，也是最柔软的。你可以看到它的这个弯曲幅度呢也是比较大的，当然还是会有一定程度的回弹。那最后做一个总结吧，这款玩具呢预定价格，整个套装预定价格是398，有人说是400块钱。整体玩下来的话，我觉得它能够给我带来值回票价的这个快乐。但是呢，我最不满的一点呢，其实就是为什么在预定的这个阶段，或者说就是它不给玩家直接就是给一个三角龙正常的三角龙的形象，就最经典的三角龙的这个造型，我觉得就已经足够了。那给这么多不同样式的，跟三角龙就只差那么一点点，有的只差一根脚的这种造型的话，我觉得或多或少真的是有点刻意的去炫技，或者说刻意的把这个经典的三角龙形象给隐藏下来了。当然呢，大家也会发现啊，这第一波的这个4个角龙军团的产品呢，它偏向于杂兵，或者说是基础的士兵，或者说三角龙才是这个套装里面的大哥也说不定。这一点呢，我们就拭目以待，看官方怎么去宣发了。也期待后续恐龙战场的这个产品。那最后做个总结吧，这款产品10分满分的话，我会给到一个8分的分数，非常不错，很扎实的这个做工，同时呢配件样也是非常的好玩。当然前提是你喜欢这个角色，或者说喜欢这个设计吧。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边，我是拖延 Hunter， 下期再见，不见不散，记得关注这个频道，拜拜。